三星正式带来 Galaxy A51 5G 以及 A71 5G 两款支援 5G 的机种，也是目前市场上比较少的 5G 非旗舰之选，也让入手的门槛再低上一些。不过除了 5G 之外，这次 Galaxy A51 5G 以及 A71 5G 性能更是随着新一代的 5G 晶片有了蛮大的进展，两者都采用了新一代 Exynos 980 5G 行动平台。本集邦尼将会以 A71 5G 作为主要评测机种，一起来看看吧。外观设计上 ，A71 5G 继承了近期 Galaxy A 系列常见的拼接设计，机身表面采用了多区块，搭配多种元素的表面处理，组成左半部炫彩条纹，右半部纯色炫彩的4块方格。在成色上，依旧是 A 系列相对活力的设计风格，而在手感上，采用曲面收边，在大荧幕之下也更圆润贴手一些。选色上 ，Galaxy A71 5G 有蓝、黑、银3种选择。银色版本更接近灰银的橙色，而 A51 5G 采用了跟 A71 5G 同样的拼接设计，有粉、黑、白3种选择，同样有炫彩设计。白色版本则更接近珍珠白，在不同角度下会呈现出不同的成色。机身配置上 ，A71 5G 按钮集中在右侧，底部保留了越来越稀有的 3.5mm 耳机接孔。顶部拥有可以放入双 SIM 或是单 SIM 加最大 1TB Micro SD 的3选2卡槽。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萤幕正面顶部的听筒在 A71 5G 采用了以往在旗舰中比较常出现的隐藏式设计，缝隙收得非常窄，让正面的一体性好上不少。同时，在邦尼的实测中，通话表现则是没有明显差异，算是这次在外观上的小惊喜。而 A51 5G 则是保留了过往的听筒设计，接孔及机身配置基本跟 A71 5G 一致。随附配件部分 ，A71 5G 提供了25瓦快充组、3.5mm 耳机，出厂时就已经贴好的保护贴，以及透明保护套，一样是有诚意的配置，标准的打开就能直接使用。顺带一提 ，A51 5G 支援的是15瓦闪电快充。Galaxy A71 5G 作为一款支援 5G 的机种，性能也顺势升级，搭载了自家新一代 Exynos 980 5G SoC， 搭配8GB 的 RAM 以及128GB 的储存空间，AnTuTu 跑分达到了319229分。简易测试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完整测试结果一样可以在 isbani.com 上找到。整体来说 ，Exynos 980这颗晶片推出时就受到不少关注，在性能上的提升，相对起过往 A 系列机种，性能升级有蛮大的进展。对于使用体验上所带来的顺畅也是有感的。面对游戏时 ，Exynos 980顺畅运行大部分游戏没有太大的问题，而在游玩大型游戏时，稍微调整一下画质，顺玩也可以。性能上算是有感升级。续航上 ，Galaxy A71 5G 拥有4500毫安时电池，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拿下了非常不错的16小时8分钟，在日常使用下稳稳的一天一充没有太大问题。但如果真的需要紧急回血 ，Galaxy A71 5G 支援25瓦的超快速充电，在邦尼的0到100%充电测试中，只要大约1小时4分钟就能充满，充电速度还是相当快。生物安全辨识部分同样采用光学萤幕下指纹辨识以及图像脸部辨识的组合，不过这次在萤幕下指纹辨识上迎来了升级，采用了白光指纹辨识模组，速度明显提升，同样可以达成按压后离手的快速解锁。在邦尼的使用体验中，三星新一代的白光指纹辨识稳定性跟辨识率都相当不错。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指纹辨识的预设动画依旧只有绿色圈圈，希望之后有更多动画可以选择啦。顺带一提 ，A51 5G 则是采用绿光的指纹辨识模组。而在系统上 ，A51 5G 以及 A71 5G 都支援 Samsung Pay 感应支付，以及目前最方便没有之一的 Samsung Pay 悠游卡。还不熟悉的朋友，也可以点击右上角资讯卡，前往观看 Samsung Pay 悠游卡的完整介绍。操作界面上采用 Android 10加 One UI 2.1。支援邦尼常用的连接至 Windows 功能，可以直接在 Windows 10当中接收手机的通知，进行通话、传输手机里的照片，甚至直接透过电脑操作手机等等。
同样有深色模式、内建萤幕录影，并且可以在下拉的控制选单中快速的开关 5G 行动网路。既然都说到了 5G， 在通讯上，这次的 Galaxy A51 5G 以及 A71 5G 都支援 5G NSA Sub6， 在频段上支援 N41 以及主流的 N78。以下邦尼也简单提供实测的 A71 5G 在连接 5G 以及 4G 网路下的实际差异。这次邦尼测试的是 YouTube 1080p 22分钟左右的影片，进行离线下载实测，档案大约231 MB， 应该是比较接近大家日常使用的状况。A71 5G 连接 5G 网络的下载时间大约11秒，而在 4G 之下则是43秒。最后，邦尼还是必须说一下，测试结果仅供大家参考 5G 的表现，毕竟目前 5G 开台不久，影响速度的变因也比较多一些。不过还是一样的思路，如果正好目前要换机，直上 5G 机种会是更好的选择，可以随着时间跟方案改变，有更大的弹性。而是否在现阶段申办 5G 方案，还是每次邦尼在提及电竞相关资讯会说的，建议可以先申请各家电竞的 5G 体验卡，接着在平常的生活圈中实际体验最准确，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咯。相机部分 ，Galaxy A71 5G 的镜头配置基本跟 A71 一致，搭载4镜头模组，由上到下分别是 f2.2 500万画素景深辅助运算镜头，接着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f1.8 6400万画素主镜头，采用的是 IMX686 感光元件，不具有 OIS， 以及 f2.2 1200万画素123度超广角镜头。右下角最后一颗镜头则是 f2.4 500万画素4公分微距镜头。自拍采用 f2.2 3200万画素前置镜头。而在体验部分，拍照上同样有 S20 出现的一键拍录功能，夜间缩时录影，以及专业模式。同时，快门可以调整到最长10秒。以下帮你也提供几组样张。首先，我们还是从日拍看起。这次主镜头以及超广角镜头调校风格还是比较接近，在光线充足的日拍环境中，细节保留没有太大问题。而在超广角镜头上，三星的123度超广角镜头还是相对稳定的镜组，在广度上依旧是目前同级中非常不错的表现。而超广角对于场景带来的冲击感，相信邦尼不用多说，在画面上就是一栋大楼跟一片草地的差异。接下来这组样张同样可以看到 A71 5G 在针对阴影处的 HDR 修正上，依旧是比较积极的三星风格。而在6400万高画素模式当中，我们放大到左侧，可以看到在6400万画素之下，建筑物的细节保留提升明显可见。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在6400万画素之下，无法套用 AI 以及 HDR， 效果会有一定幅度的下降。邦尼会推荐在非逆光场景中，有需要时再启用6400万画素的模式，保留更多的画面细节。日常拍摄用一般模式就好。整体来说 ，Galaxy A71 5G 在算法上还是保有三星积极的 HDR 效果，这也让 A71 5G 在日拍表现本身就已经非常不错的基础上，有了 HDR 的加持，在日拍中有非常不错的表现。而123度超广角镜头依旧广，维持了同级之上的表现。邦尼以下也提供更多样张。夜拍上 A71 5G 同样有夜间模式，主镜头、超广角镜头以及自拍都能使用夜间模式，支援度相当不错。以下邦尼也提供几组样张供大家参考。夜拍部分，先看主镜头，直接来看样张吧。首先是开启夜间模式前，接着是开启夜间模式后。放大到左上建筑物来看，可以看到在夜间模式下的前景暗部细节有明显提升。接着来看下一组，主镜头夜间模式开启前后的差异，可以看到在夜间模式开启后，除了曝光更充足，叶片细节提升也很明显。我们再来看123度超广角镜头在夜间模式开启前后的差异，放大到底部招牌亮部，在高光抑制的差异明显可见。而在这组样张中，放大到右上建筑暗部，可以看到在开启夜间模式前后，在细节保留上的差异非常明显。
整体来说 ，A7E 5G 主镜头表现不错，有了夜间模式辅助，能够达成更好的高光抑制跟暗部细节保留。而在超广角镜头上，依旧受限于超广角的硬体，在一般模式下，跟同级机种的超广角夜拍差异不大。不过有了夜间模式加持，细节保留有了不小的提升。以下帮你也提供更多组样张。而在录影上，后镜头跟自拍都支援最高 4K 30fps 录影，同样有大家非常喜欢的 Super Steady 超稳定防守阵，帮你以下也提供超稳定防守阵开启前后的对比。影音娱乐部分 ，A7E 5G 搭载了6.7寸20:9 Full HD Plus Super AMOLED Plus 欧极限全萤幕，在显示效果上依旧是稳稳的三星强项，整体显示效果达到同级中的前段班没有太大问题，萤幕占比达到 93.2%， 并且支援 Always On Display， 指纹的辨识位置也能一起 Always On。值得一提的是 ，Galaxy A7E 5G 支援 YouTube HDR 串流。音效上 ，Galaxy A7E 5G 搭载底部单喇叭，表现跟过往机种差异不大。技术上支援搭配耳机可以启用的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以及 UHQA 超高音质。最后，相信有许多朋友想询问 A51 5G 跟 A7E 5G 在选购上的建议。首先，两只手机在性能上还是比较相近，两者都采用 Exynos 980，A7E 5G 搭配8GB 的 RAM，A51 5G 则是采用6GB。选购上可以先从预算以及手机尺寸考量，比较值得一提的差异主要落在了萤幕以及相机。在萤幕上，虽然两者采用的技术稍有不同，不过在实际表现下，两块萤幕都算是同级当中的前段班，没有太大的问题。在相机上 ，A7E 5G 搭载新一代的6400万画素 IMX686 感光元件，而 A51 5G 则是搭载4800万画素 IMX582 感光元件，其他3颗镜组差异不大。整体来说，如果预算相对有限，这次的 A51 5G 会是在性能上有感提升的一代机种 ，CP 值还是相对不错，并且 Samsung Pay 悠游卡、夜间模式等重点功能都有。但如果预算足够的话 ，A7E 5G 在各方面依旧有更好的体验。整体而言 ，Galaxy A7E 5G 更像是在既有基础上增加了 5G， 搭载 Exynos 980，顺势提升了不少效能，能够带来更顺畅的使用体验。支援25瓦超快速充电，1个小时左右就能充满45毫安时的电池。在使用上 ，A7E 5G 拥有3星加 Super AMOLED Plus 良好的萤幕显示效果，支援 YouTube HDR 串流，以及更快的萤幕指纹辨识。大家可以到现场体验实机，依照自己的需求跟预算进行选择咯。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帮你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